Hello，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自己一個人講故事，現在是快要 Christmas，然後每一年的 Christmas 其實我都在英國那邊度過。今年比較特別，我會在馬來西亞過沒有下雪的 Christmas。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搞笑不搞笑？我現在是半夜差不多1點鐘要 record 今天我要講的個案，因為實在太勁爆了，我睡不着就做了這一期，所以你們看我現在用的是 Zoom meeting 的 background， 我連去拍攝都沒有時間啊！大家請注意一下 for the quality of this video， 我不知道要從何說起，我基本上需要做 note 記錄一下這個事主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只能說的一句話就是實在太勁爆，而且我接下來要形容的一些情景可能會讓觀眾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当时候听到我个人觉得是我也不大能接受这么血腥的真实场面。是要開始了，大家準備好了嗎？首先呢，這故事的主人翁呢是一位異族朋友，然後他是印度籍的。這個主人翁是一個女士，基本上這個印籍女士呢，她是差不多50多歲左右，她有一個正當的職業，就是做 accountant。可是她開始告訴我她的 family history 的時候呢，覺得特別的驚訝，甚至乎事情的發生多到我需要寫下來才能夠很好的完整講出這一個東西。首先呢，他有2個孩子，他是單親媽媽。他第一個大兒子呢就有 epilepsy， 第二個兒子算是正常。他之所以離婚，是因為他有一個家暴的前夫。過去的幾年前，他的前夫已經過世了。用他的話講，他是說，如果他當時沒有離開他的前夫的話，他可能會被打死。這已經是相當炸裂。一開始的時候呢，我要接這個個案，我就看到了，就是他要通靈3個人。第一個是他的大的哥哥，然後第二個就是他媽媽，然後最後一個是他爸爸。基本上呢，他的家人都已經離世，而且每一個人都是。故事緊張開始了，他們之間的方法非常的，我自認是我接過這麼多的個案裡面，是我很少接觸到的個案。首先先說他大的哥哥，他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小的二哥，可是他也不怎麼樣，反正從他一出生就有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問題發生。首先我們講他第一個大哥哥，他的大哥哥在90年代已經去世了，然後他的方式是喝了藥。當時他其實不知道，他父母親其實是隱瞞了這件事，直到他的哥哥離世過後，他的媽媽開始變得瘋瘋癲癲，可以說就是突然在一夜之間，因為白髮人送黑髮人，然後導致他媽媽就立刻昏迷，就是基本上就同一個星期，他哥哥走了以後，是同一個時間昏迷，因為他哥哥喝農藥還沒走，就還要留在醫院那邊住了好幾天，才痛苦的離去。OK， 首先這個是他第一個發生家裡不幸的事件。他媽媽過後不是就是昏迷了嘛？他昏迷醒來的時候，他的媽媽右手跟右腳已經不能動了，就一直沒有好過來。到最後的時候，他經常會有靈體上他的身 ，according to her， 而且他還會就是講一直要去學習。好不容易過了大概好幾年這樣子，他的媽媽這個是有點血腥的。因為他的手腳不是很靈活，他已經臥床，他就拿了一把刀，算是水果刀，就把他的頸慢慢的一點一點這樣子去掉吧，應該是這樣子講。他其實也沒有看到他媽媽離開的時候，因為他好像是工作回來的時候，家裡的
親戚朋友已經把他的屍體打包好，然後他只看到地上有一滩鮮血。爸爸是最後一個走的，基本上他爸爸呢是在2年前走，然後他也用了同樣的方式。他爸爸算是很堅強的活下來。其實我當時第一句話問他，就是我接通電話的時候，我講了一句很奇怪的話，就是我問他，你為什麼還活着？你應該很久，就是好幾年前就已經走了。我覺得這個是我平常不會講的話，就特別特別的炸裂。你懂為什麼我這樣說嗎？因為當天呢，我還沒有跟他約定的時間去講，我就有一個很強烈的 vision， 所以我一想到這一個人，我要去接他，跟他通靈，我就很想去。基本上我一直有重複這個想法。我當時候呢就覺得這個個案，我還沒有看他任何的資料，我就已經覺得這個個案應該是很嚴重，而且是超乎我能力範圍能夠 handle 的。可是我還是覺得做通靈是要專業一點，然後就硬撐到晚上大概10點鐘開始跟他溝通。就是下午時間，我助理跟我講的時候，我已經非常不舒服，然后各种各樣的奇葩感覺，包括我當時跟他通靈，我一直覺得我的背好像被指甲劃了，我一直不想去，就逃避要跟他通靈這件事，甚至我很想就直接跟他說我不做了，就是我們沒有緣分。講到這裡呢，他爸爸走的2年前也是特別突然，整個場景呢就重複他媽媽的情況，這次是他目睹，不是整個過程，是他回到來，他看到他爸爸就是已經在那邊斷氣了，然後他的頸也是用刀去一點點，應該是這樣，然後地上也是有一灘血，然後他還很勇敢的叫救護車什麼的，就把他送去醫院。他應該是送去醫院的時候 manage to 的心臟在復甦，然後我們醫院還幫他做了一個修復的operation。他其實在醫院裡面待了差不多1個星期才不幸的走掉，因為不是他的頸的問題，而是他的肺部中道感染，然後他就不幸的去世了。我講到這裡才是開始的這個階段。他說他從小的時候就家裡發生很多事情，甚至乎他爸爸有告訴過他的爸爸的母親，他的曾祖母，沒有人看過他的照片，所以他的曾祖父的那個家裡就是有一個好像 prayer room 這樣子的東西，然後裡面是很少人進去，包括他。有一天他應該是進去啊，然後他不小心看到他的曾祖母是懷着孕的一張照片。根據他爸爸的描述，他的曾祖母孩子夭折在她懷孕的时候，所以他的曾祖父就很生氣，就不信有什麼生命這些之類的，所以他一直很排斥他的孩子。然後他爺爺就做了一個奇怪的 ceremony， 算是 fake his own death， 就好像泰國人的那種睡棺材，你懂嗎？ pretended 他已經走了，然後他再從棺材那邊出來。我不懂這個是在印度教裡面為什麼會有這個一個 ceremony， 但是他爺爺的確有做過這個，是不是很炸了一下？他也不清楚為什麼他爺爺需要做這個事，就可能他為了逃避一些東西，然後他就這樣子算是 fake his own death， 就大概是因為這樣子的情節。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講他爸爸的一個哥哥，就是他叔叔，基本上是有練黑髮的人，就是他媽媽還在生的時候，講這個故事我自己都雞皮疙瘩。他會一直不停的給他下黑巫術。他自己本身叔叔也是有練法的，然後他因為曾祖母的慘死，算是他們家人就很少提及他這樣子。接下來要講的故事情節呢，就是他從小
一直會有這種奇怪的東西發生。然後他媽在世的時候，聽說他是會下他黑巫術啊，然後他媽媽也是可以算是上升這一種，然後靈體會講話這些。他其實這位女士，她也是跟我講話的時候，其實有一段時間，我覺得她不是她在跟我講話，然後跟我講，你身邊有一個女靈，而且她還蠻強的法力，只不過這個女靈告訴我，她說如果你們就是包括我的師姐師哥那一些可以的話，就是幫這個單親媽媽。可是我並沒有看到她的樣子。根據這個單親媽媽的描述呢，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她的意思是說，這個女靈會保護她，因為她原本，我不是說一開頭的時候我說你原本就應該不在這裡了，為什麼你還活着這件事呢？就是因為我看到她的家族有很強的一個诅咒，而且是很遠古的。你們都知道，就是信徒教在這個地球上是最遠古的一個宗教，甚至乎呢，就是他們已經 lost trail，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而導致他們中了這個詛咒，而且這個詛咒呢是他祖先帶下來的，就很久很久，我不知道幾久，可能幾千年，我連源頭都找不到，但是我知道是這個原因。他身邊這個所謂的，我就不講名字，因為我怕這位印度女生晚上會來找我。現在是3更半夜，她說這個女靈會一直跟住她。剛才不是講的那個女靈說哦，如果可以的話，你們希望可以幫到她。然後我反問她一句，你不是所謂的女神，為什麼你幫不到她呢？讓我們這個凡人來做這件事呢？因為基本上這個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我只能去求我的師兄，因為我師兄畢竟看過無數的這個什麼個案，然後這種遠古的詛咒他也做過。但是我真的是覺得這個是非常超出我的能力範圍。But anyway, coming back to the story。就是那個女靈是這樣子跟我講，但是她這個女靈會幻化成她自己本身非常相信的一個印度女神啊，她就跟我說她跟她第2個哥哥，就是他們2個現在是唯一活着的親人吧，算是。她跟她叔叔那些是沒有講話的，關係不大好。還有就是她的爸爸臨走之前還有一個女朋友。所謂的一個 partner 吧，應該是這樣子講。所謂的一個 life partner， 那個女生也是念巫術的嘞。然後他講這個女生，她爸爸的 life partner 就是她媽媽不是過世了嘛，過後她爸爸再找了一個 partner， 不大敢去這個單親媽媽的家，因為她講裡面有一個很強的靈在裡面。基本上呢，我不知道要講什麼，就是她有一個很嚴重的家族詛咒。然後他這個身邊的靈又不是害他的哦，就是他一直在保護他。可是他說他能力有限，但是他又幻化成一個印度女神給他看，所以我覺得整個故事的這個情節都蠻混亂的，混亂到我自己看了，我覺得是。我很難去理清，因為就像一個 Pandora box 打開的時候，就很多東西慢慢的一點點崩出來。然後我不是說了，一開始的時候不想接這個個案，然後跟他講完過後呢，就是其實是這一個女希望他這個單親媽媽來找我。我不是跟他剛剛說了，他就是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就基本上是他上了他的身，然後跟我講一些話。但是我問他，你能正常工作嗎？他說他可以正常去工作，因為他畢竟還要養2個孩子。故事講到這裡，我已經覺得 mind blown， 就是 I don't know what to say。我甚至連那個詛咒的源頭都看不到，就是已經太遠古了。反正我知道這個詛咒呢是一團黑色的煙，因為它已經很久了，甚至乎它肯定是有犧牲過小孩的血，就是這種所謂的 innocent blood， 就是她珍珠没懷孕的時候沒，就是這個孩子突然就沒了，對吧？他家裡人陸續啊，就是每一個都活得不好不開心。他去過道教館，甚至乎他去到道教館真的是很有經驗很有料的師傅，
他一進去，那個師傅直接這樣子 stop 他了。他講：“哦，我幫不到你。”他還沒有開始講他的問題，他直接講一句：“我幫不到你。”然後他去了很多那種道教館啊、神廟、印度廟。那印度廟就講：“哦，你要回去印度那邊解決你這一個所謂的family curse。”他們沒有辦法解決，他們只能告訴他你有什麼問題。跟我一樣，我直接是講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只能去請求我師兄去做這件事，就看大家有沒有這個緣分了哈。他也有去過我們馬來人巫師的那種，基本上他們每一個人都講，一開始有一些願意幫助他，到最後都說我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他們的家人全部陸陸續續都這樣子。他有時候去到一些最能看到的師傅，都講他背後有一個女靈跟住，然後他還有這個所謂的家族遺傳的。可是有時候好像什麼親戚會發生什麼，他會有預知能力。就是我覺得這個個案非常特別，因為 I thought I have seen it all until today， 我才覺得也讓我學的東西是只是皮毛。基本上這樣嚴重的個案，就是一般我都會打斷別人講，誒，這個人是不是有精神病，還是還有人格分裂症？可是這個我沒有辦法講是精神問題，因為在我還沒有接到這個個案，還沒有知道他任何的信息的時候，我已經有很強烈的就是這個感應。然後我跟他通話的時候，我的毛一直站起來，起雞皮疙瘩，甚至乎我覺得我的背一直給人就是用很長的指甲在那邊scratch my back。我直接跟他講哦，你跟我講完電話過後，你接下來這幾天會有事情發生，你甚至會病一場，要不然就是你孩子，要不然就是你病得很嚴重。結果他過了2天跟我講，他一直發高燒都不能退下來，需要把這一個當作是一個 emergency case。幸好是我的師兄大概率會就是接手這個個案，然後我只能從中的學習。我真的是覺得做我們通靈這一行有時候你會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個案。然後之前我不是看過一個俄羅斯女人，她的家族也是被诅咒過，可是他们的那個是女生會拿到所有的好處，就是每一任的老公都會離奇死亡。我以為那個是已經很嚴重的 case 了，結果我這次看到的這一個是他們家是每一個女人還有特定的男人都會相繼的以最痛苦的方式離去。講到這裡呢，我就真的是 I don't know what to say。就是一方面我覺得他很可憐很坎坷，畢竟這個是祖傳的種種，就 you know it's not really like 他自己要去做，這就是佛經裡面講的所謂的業障。我非常感觸，因為她是一個單親媽媽，也非常的辛苦，然後前夫也對她有家暴的這個狀況，然後好不容易逃出來，然後家裡從小到大發生這麼多的事情，相繼的要看着自己的親人一個一個的以最痛苦的方式離開。我甚至要講這個個案在這個頻道上，我都覺得是一個蠻恐怖的事，因為我真的沒有接觸過這樣一個個案，而且整個通靈過程裡面雖然是蠻順利通過，我覺得是因為他那個女靈一直在保護他，但是我是全程感覺到非常的不適，我甚至乎會有自己想要就是了結生命的這個想法。反正好不容易就結束了這個1個小時的對話。我這2天我是睡了差不多20個小時，就終於補充回來。而且真的我以為就是做一個中間者傳達信息都不會遭受到什麼問題，反而就是做傳達信息我也要保護好自己，就還好我沒有什麼大礙。就自從上次做了於夢龍這個 video 過後呢，另外一個 psychic 在美國的還是英國的 psychic 他就 TYVN 就講過我要小心。然後我沒有想到今年的 end of the year 會有更大的 challenge， 因為我總覺得 it's like things should become easy because after all you know
Is Jesus Christ 生辰生誕這一些，我就覺得這個月我應該很開心了，但是我沒有想到就年底還會接到一個這麼嚴重的個案。然後至於我們要怎樣療癒他呢？我這個還不懂，真的是這個事情已經交給我師兄了。希望我們能夠幫到他，但我覺得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畢竟是可能1000年的事情，就是有幾十代了，只能說我們盡力而為吧。然後也希望我的師兄能夠幫到他，但是我非常確定他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你要想一下，他只是跟我對話而已，他就開始發高燒好幾天而且就開始有很多他家裡的第二個哥哥也是好像自己也發生的事情。我非常相信他的家人，就是他的 ancestor 有一些是好的，他們是可能很多年前就已經有 access to 修法了这個東西，因為他曾經有講過，他夢過他的ancestor 是穿着白衣在一個印度廟裡面的，然後非常的莊廣這些。但是我也相信他可能也有一般的所謂的 ancestor 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包括獻祭innocent blood 這件事。我很少會覺得跟別人通靈有要害怕的地方，可是這個我自己講起來都會毛毛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他那個女靈特別找到我們是有他的理由，就是他也保護過他很多次，他也曾經上過他身，就是告訴過很多人不同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契機可能他以後將會成為一個很好的 healer， 我有這個感覺了。But 這個我希望我師兄不要 involve 我了，可是我感覺上我已經 involve 了。可能幾個月過後，半年過後，我可以跟大家 update 關於這個事情。我也祝福他，因為他的大兒子，這個單親媽媽的大兒子有一個 epilepsy 的症狀，然後他其實他還蠻正常，他說就是這個女靈。他是叫她印度女神啊，至於什麼名字我就不大敢講出來，饒了我吧，自己去猜啊。這幾天我就做了很多人生的思考，我一直在想，我們都已經到了 AI 的年代，為什麼還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可能一直在國外，就是被保護的還蠻好，就很少會接觸到這種所謂的家族遺傳的詛咒是那麼傳，而且他們的源頭是我找不到，就是這麼遠。還有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們能幫他多少，就盡量幫忙。反正我的師兄厲害，我個人就覺得是我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啊，畢竟這種異族的不同的法門，我其實真的還不怎麼接觸過，就是印度法門，這個算是第一次接觸，然後而且還是這麼嚴重的。果然老天爺要我們學的都是無止境的哈，就活到老學到老，大家可以盡情期待我們下次有機會再給大家 update 我們的 progress 吧。講到這裡，我就祝大家聖誕節快樂，然後就是新年快樂了。Let's start with Mariah Carey. Let's play the song. Let's go. 好啊，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快來參加我是誰線上課程，一起來探討到這個世界的意義和使命是什麼。